女人只要是關燈一閉眼睛，眼前便會浮現出母親在受罪的樣子，因此她非常害怕，打開燈更睡不着覺了。因為母親最近剛剛去世，她的丈夫又不在身邊，這位崔富美只好打電話向爸爸求助。父親自然是心疼女兒，當天便搬到女兒家，住在崔富美的隔壁房間，給她壯膽兒。崔富美心想，這回大概能睡安穩覺了。可迷迷糊糊剛要睡着，眼前又出現了母親受罪的景象，痛苦哀嚎，十分凄慘。崔富美驚叫一聲，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再怎麼使勁睡也睡不着了。過了幾天，丈夫萬長風從外地回來了，因為是凌晨到的，萬長風沒有給妻子打電話，他自己開門進屋，脫了外套，換上拖鞋，輕手輕腳進臥室，唯恐吵醒了妻子崔富美。沒想到睡夢中的崔富美也被吵醒了。崔富美一拉丈夫的手，长風，我最近總是做噩夢，睡不着覺，實在沒辦法，就讓爸爸過來給我壯膽子。萬長風這麼一聽，沒說什麼。可惜的是，萬長風這次只能在家裡待3天，然後必須趕回另一個城市繼續工作。因此，萬長風暗自打算，一定要在自己離家之前，把岳父崔雷老爺子給攆走。直接開口說你走吧，那當然是不行。可有什麼好辦法，既不傷情面，又能達到目的呢？萬長風來到姐姐家，每次他遇到難題，都是向姐姐萬長花求助。萬長花總能想出好主意。姐，這事兒你可得幫我想個萬全之策。姐姐萬長花頭腦靈活，一貫自稱女諸葛。小弟，這點小事你還搞不定啊？你這麼辦，肯定沒問題。萬長風把嘴咧得跟瓢似的。姐，這主意行嗎？萬一被人發現，可就麻煩了。一個大男人怎麼一點膽魄也沒有？這怎麼能行呢？萬長風自己也想不出別的點子，只好按照姐姐教的，開車離開萬長花家之後，趁着天黑，拐彎抹角，來到岳父崔雷家門外。崔老先生的家是一處臨街的住宅，在1樓。萬長風看左右無人，燈光昏暗，附近也沒有攝像頭。他舉起提前準備好的半截磚，嗖的一聲投向玻璃窗，當啷嘩啦，萬長風一踩油門趕回了自己的家。第二天一早，萬長風收拾行李準備出門了。岳父崔雷老先生忽然接到鄰居打來的電話，說是家裡的窗戶玻璃昨晚被人給打碎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盜竊。崔雷掛斷電話就要走，回家去處理事情。女婿萬長風十分關心，爸，您自己能行嗎？要不要我陪您回去？崔老頭摇了摇頭，不用，你忙你的，別耽誤工作，這點事情沒什麼，不會有什麼大事的。於是他們各自出發，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沒過2天，萬長風就給妻子打電話，因為他不放心啊。老婆，你爸家裡的窗戶玻璃是怎麼回事啊？丟東西了沒有？崔富美認為丈夫還挺好，真心惦記着父親。沒事兒，就是玻璃被人打碎了，已經報了案，估計可能是有小孩子淘氣。我爸已經請人安裝了家庭監控，現在又來咱家陪着我來了。萬長風這麼一聽，心裡咯噔一下子，哎呀，白忙活了，嘴上卻連連說好。那好，沒事就好。你要讓咱爸吃好點，多做幾個菜。幾天之後，更加不放心的萬长風再一次深夜回家。他這次是故意的，
要來看一看家裡邊到底是個什麼情況。等到了早上，万长风要出門走的时候，岳父崔雷拍了拍女婿的肩头：“长风啊，我觉得呢，你媳婦現在這個失眠啊，一時半會兒好不了。我不能總是在你家裡住着，日子長了，我的身體也堅持不住。你看你是不是想想辦法，調回來工作，就別總是去外地了。”萬長風認真的點了點頭。到了單位，跟老闆一說想要調動工作，回本地來上班，馬老闆眉頭一皺，馬上又換成了微笑：“長風啊，你的崗位的重要性你比我還要清楚，怎麼能夠調回來呢？除非你辭職不幹，我另找別人去把握工程質量，否則的話，你就再堅持1-2年吧。啊，到時候有了機會，我一定讓你夫妻團圓。”碰了個軟釘子，萬長風回家跟妻子一說，崔富美摟住丈夫的脖子，安慰他：“我感覺自己好多了，已經讓我爸回去住了，你就放心的去上班吧，不用擔心我。”萬長風回到外地之後，還是惦記家裡，第二天晚上就打回來電話，結果妻子的手機總是沒人接聽，萬長風就給姐姐打電話，想讓萬長花趕到自己家裡，看看崔富美是不是有什麼意外情況。萬長花迷迷糊糊，有點生氣：“小弟，你讓我說你什麼好啊？你老婆不接電話，這是什麼時候？半夜12點，她肯定是睡得正香呢，聽不到手機鈴聲。你白天再打電話，別打擾我睡覺了啊！”說完，啪嘰一下子就掛斷了手機。萬長風又給岳父打電話，希望岳父能去看看女兒。他是真擔心崔富美出狀況，結果岳父崔雷的手機也是沒人接聽。萬長風更着急了，只好再次打通萬長花的手機：“姐，崔富美每天到1點鐘才有可能睡着覺，今天她不接電話，我估計肯定有事，你無論如何幫我到家裡去看看。”萬長花一聽這話，馬上認真了起來，喊醒丈夫，開車一同趕往弟弟家。結果使勁砸門，屋裡沒人應答，最後喊來了開鎖公司的人，給打開了防盜門，闖進臥室一看，萬長花是大聲驚叫：“怎麼回事呢？”崔富美口吐白沫，已經昏迷不醒了。幸虧及時送進醫院，崔富美撿回了一條性命。感情這崔富美本來就有癲癇病史，最近因為母親去世過於悲傷，又患上了一種身心腦綜合徵，睡眠時容易出現幻覺。今晚這是由於做噩夢誘發了癲癇持續症狀，要不是及時搶救啊，還真就危險了。岳父崔雷老先生晚上睡覺手機調了靜音，清晨一看手機屏幕，8個未接來電，都是女婿打來的，趕忙回電話，聽說女兒發生危險，已經搶救回來了。老爺子十分自責，馬上趕來探望。哎，這孩子的癲癇病啊，我們早已經給他治好了，這麼多年過去了，沒想到還能犯病。這時候萬長風緊鎖眉頭，像是下定了什麼決心，穿好外套就出了家門，直接找到公司老闆提出了辭職。馬老闆問明情況之後，也是表示同情：“長風啊，上次我說的話呢，就是為了把你留在乙方工地，好好監督工程質量。既然你家裡有這個實際困難，需要回來陪媳婦養病，我也不是冷血動物啊，我派別人過去，你交接工作之後回總公司上班吧，我可不捨得你走。”就這樣，萬長風回來之後，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妻子恢復身體。慢慢的，崔富美面色越來越紅潤，精神頭十足。最近再到醫院檢查身體，發現已經
懷孕了。